朋友们，你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沿海地区正在遭受17级台风袭击的震撼场面，强劲的风势裹挟着暴雨席卷一切，仿佛天地间化为一片模糊的水幕。本期影片，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来追踪这些极端的自然灾害，了解这些灾害背后隐藏的秘密，看看这些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追踪自然灾害频道，并打开铃铛按钮，以避免错过我们后期的精彩更新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在中国广袤大地上那些最令人震撼的自然力量。近期超强台风再次袭击中国，海南地区深受灾害影响。台风谭美的外围雨带也影响到浙江沿海，带来大范围的降雨。我只能祈祷别下雨了，把水位撤下去，我还能有一命活着，否则我可能就命丧这里了。由于城市的排水系统陷入瘫痪，导致道路被淹，交通中断，民众的日常出行受到极大的阻碍。原本繁忙的街道变得毫无生机，取而代之的是浑浊的洪水覆盖一切，只留下冰冷的水面在诉说这一切的残酷。哎，那还雾还干呢，这水，哎，往后上楼了。台风谭美将继续向西移动，逐渐减弱，但海南岛南部沿海及西沙群岛附近仍将受其影响。台风谭美残余与冷风结合，导致三亚暴雨不断，几近瘫痪，累计降雨量达600毫米，打破三亚单日降雨记录。如此极端的降雨量，显示出此次强台风的强度和影响之广。现在是请求村委会书记跟老板书面跟老板协商，把这个水沟这个问题给解决。这里面各还抽高高的说，高说不来，不来了，水被淹了，快点淹了。暴雨引发广泛积水，主要道路、街道、医院、学校、居民区被淹，部分民众被困在家中，焦急地等待着政府快点派人来救援。门都没有了，你看，门都不出去啊！我的妈呀，这我长这么大头回看这么大雨啊！这水，哎呀，这完了，全完了，这是。1.5米以上的洪水严重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，导致基础设施大面积瘫痪。现场道路目前出现了一个中断状态，道路上的水已经是超过了2米。面对如此窘迫的灾情，当局不但没有重视，反而为了缓解水库的压力，竟然不顾下游民众的死活，执意开闸泄洪，导致下游民众苦不堪言。本来下雨就好几天了，那个水库还要开闸放水下来，你看。完蛋喽！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行动，派出消防员带着大功率水泵、移动泵等设备，迅速排水，将积水排入河道和排水系统，尽量减少对重要区域的影响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在灾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，政府的应急措施仍然停留在表面，他们似乎更关注于媒体镜头前的形象，而非实际解决灾区的燃眉之急。卡车上挂的那张横幅上写着“闻讯而动，向险而行”，看起来真的很讽刺。当地居民不禁愤怒质疑：难道我们的生命仅仅是用来衬托救援效率的背景板吗？这样的行为不仅让灾民感到寒心，也引发了社会对于政府责任的深刻反思。面对接踵而至的天灾，应该是提前部署，防患于未然，而非事到临头才手忙脚乱，让无辜的民众承担决策失误的代价。看这水都到哪儿了？那房子都倒了，前面的房子都倒了，赶快搁外边的打电话救援。现在这嘎打电话打不了，打不通。有民众表示，现在是断网断电，外界联系不上，从早上一直到现在，一直联系不上家人，家里的电话都打不通，已经通讯中断了好几个小时，应急通讯依然没有，这个真不知道咋说。平时那些应急通讯，此时全部陷入瘫痪。现在网络上的热搜都是啥破事？受灾的地方不能上热搜吗？随着风暴加剧，三亚市政府进一步加强安全措施，为保护市民和学生的安全，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，多个热门景区暂停开放，受灾严重区域的有轨电车服务暂停，以防水进轨道导致事故。天涯区水源池水库下游洪水严重，数十名居民被困，应急车辆和消防员前往救援，全力协助居民撤离至安全区域。在亚龙湾森林公园附近，
洪水深达2米，创下海南历史上罕见的纪录。一辆载有20名游客的旅游巴士被困，三亚消防支队派出充气救援艇，成功将游客撤离至安全区域。目前救援行动仍在持续，消防队伍24小时不间断救援，确保居民和游客的安全。同时，受台风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影响，海南岛中南部等地将有暴雨或特大暴雨，夜间降雨会逐渐减弱。此外，在台风康妮影响下，台湾、福建、浙江等部分地区的相关海域将有强风雨天气，局地降雨强度较大。三亚正面临近年来最严重的风暴后果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受不了了！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此次台风造成的破坏超乎想象，台风过后却不见中共当局派出队伍来救援，受灾民众只能无奈展开自救。大家都开始自救了，因为物业现在也找不到能投入抢修的这个人力，找工人也找不到，因为现在都在自救，所以现在就是小区的居民自发出来，把这个路清出来了。现在就是菜刀加锯子。啊！台风给我们补上了。这出这个小区门得爬3棵树啊，现在看来只需要爬2棵了。这个树很难搞啊，没有大的油锯、电锯，怕是搞不定。哎，我也去投入抢修了。受灾当地居民表示，他们所在的农村地区受灾更加严重，眼前看到的画面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。没有一条公路是通车的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，现场真的是太惨烈了。当地民众回家的路上亲身描述了这一惨烈的场景。在回村子的路上，同样看到了好多台风留下的痕迹，破坏力其实比在城市还要大，还要严重。看到好多经济作物，像橡胶树、椰子树，还有槟榔树等，都是大片的拦腰折断。像这些高价值经济作物，生长周期很缓慢，这些居民的损失不可谓不大。这对于下面的乡镇、农村来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整片槟榔树集体倒塌，小轿车翻倒在路边，也没人理会。上千只鸭子也流离失所，见不到农户的踪迹。许多民房建筑被摧毁，大量树木被吹倒，甚至是连根拔起。在郊区，眼看就要收成的香蕉和槟榔也全部都被台风吹倒。农民种植的数百亩香蕉园、槟榔园以及椰子树遭到重创，无一幸免。这片槟榔全部都被风吹倒了，对于种植户而言，真的是灭顶之灾啊！一共有多少亩？1000到2000棵，剩寥寥无几啊，能怎么办呢？阿婆家种了7、8年的槟榔树，今年刚刚结果，眼看着有了收成，却是被一场台风全部摧毁。看着他抹眼泪，我心酸，却又无能为力。农民损失的不仅仅是房子和车子，还有未来的收入和生计。投资30万，种了大半年的凤梨，明年就可以结果了，现在什么也没了，只剩签了4年合同的地。很多朋友说凤梨的受灾程度小，你们看，这是我邻居他种的反季节凤梨，下个月采果，现在1颗都没有了。凤梨因为植株低，抗风确实好一些，如果风小的话还可以，风大也是无济于事。极端天气事件因气候变化逐渐增多，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大气湿度增加，增强了风暴强度和降水量。与此同时，台风康妮正在横扫上海。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台风正在逐步逼近上海金山区，整个上海将处在台风的危险半圈。看你们说，这天人家说下雨就下雨，预告的说上海这还有台风。兄弟们，感受一下凌晨4点上海的风力。中国今年是捅了台风窝了吗？太平洋上又生成了3个新的气旋。超强台风康妮此时正在登陆中国华东地区，台风登陆时风力将会达到惊人的17级左右，同时伴随有暴雨和特大暴雨天气。我们先看一下登陆模型，江浙沪的朋友需要格外警惕，台风康妮登陆已成事实。画面中3个新的台风胚胎已经形成，一个编号 96W， 中心气压达到1007百帕，还有一个编号为 97W， 中心气压1004百帕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目前还没有编号的气旋也正在形成中，它靠近菲律宾，中心气压999百帕。通过模型预测来看，
未来几天，两个编号的气旋逐渐消散，而靠近菲律宾海域的气旋逐渐成型，其中中心气压越来越低，气压越低，造成的伤害就越大。目前，台风康妮中心气压977百帕已经到达上海。台风带来的对流天气导致暴雨持续不断，给中国这座金融中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面对台风来势汹汹，上海的民众又要开始上演新一轮的抢菜潮。妈呀，台风天全都抢空了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都没有东西买了，全都叫什么的全没了，这也太夸张了，真的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台风天搞得像要封城似的。看到此情景，有网民调侃道：“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。”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由于台风的影响，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超过惊人的500毫米，罕见降雨和高水位给上海的基础设施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压力。上海多个城区出现了严重的洪水灾害。你看，我都聪明把车停在上面了，水都到屁股，到屁股这里了，根本过不了，2个车过来都飘在那里所以你不能过的，你赶快把车停到一个地方，然后走路，要不堵几个小时都回不去了，真的。我刚刚那里的水都到屁股了，快点把车找地方停。上海气象中心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提醒当地居民警惕当前的严峻形势，特别要预防可能出现持续的洪涝灾害。降雨稍有减弱后，预警级别将下调至黄色，但官员们提醒民众仍需保持高度警惕。我现在呢就在上海浦东的滴水湖附近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风雨非常的强，我现在完全睁不开眼睛。此时此刻的滴水湖呢正在经历12级以上的强风，同时呢雨势非常的猛烈。这个台风是在早上的7点半左右登陆的，此前的这个14级登陆时的强风还是给滴水湖附近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。有一些建筑工地的工棚，它的外墙是彻底的被撕开了，那么还有一些钢板的这种护栏也被掀翻，还有一个红绿灯的灯杆是整个的都倒掉。当台风的主中心经过的时候，会出现短暂的风平浪静的间歇期，所以大家今天在看到外面突然风雨停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轻易出门，一定要安全的躲避。人都刮飞了，我操！妈呀，我的雨伞！这女孩子刮飞了，你还能去死啊！我操！多多，你去那边去躲避。说了台风天不要出来，你真的出来。怕死的人就是我在桥上面晒也晒不去，晒不来。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上海部分主要道路被淹，特别是低洼地区排水系统难以应对，多地水位升至膝盖深，导致车辆熄火或被迫停下。洪水给行人带来挑战，低洼地区人行道被淹，行人难以通行，部分居民不得不涉水而行，或直接游泳离开。我是真的游泳回来的，水都到屁股了呢。哦哟，那很深了，堵车拖车都拖不及了，太深了，这是太严重了。你看五小这里积水多深啊，连公交车都没办法过，这里人行道电动车都堵呢。你走在上面都这么深，你要走在下面是怎么样的感觉啊？要小心啊！哎，这里怎么过呀？怎么回呀，兄弟呀？哎，兄弟姐妹，准备游泳回家。他把车抛弃了，走路回，走路的要小心啊！持续的暴雨导致黄浦江水位快速上升，进一步加剧了造成的损失风险。上海交警和应急小组迅速行动，协助受困司机引导交通，尽量缓解拥堵。防汛部门启动全面应急响应，排水人员加班排水，并沿着易受灾路段设立临时防洪屏障，以控制水位。大型排水泵全天候工作，加速清理积水，为城市恢复正常交通创造条件。就这么一汪水，就没有办法来解决，就给这屎窝挪尿窝，从这个机器出来到那马葫芦还是满的，再返回来。看看他们做的工作做的是什么工作？这就为老百姓，这就是为老百姓工作的吗？现在已经工作人员没有了，
只有几个给这抽水，一直在打电话，一直打电话也不解决问题，就这么给老百姓那个答卷呢？就这么老百姓就这么做工作吗？这已经是第2次了。我跟他们反映，我说那边的机器抽到这个马葫芦里又返回去了，这纯牌浪费资源，没人理我啊！抽到这个马葫芦里，就这么抽到这个马葫芦里又返回来，现场的人员就这么就是浪费国家的资源、人力、物力呢啊，又返回去了。这水抽到这个马葫芦里是满的，所以说他们做的工作是有效的工作吗？中共对表面工作的传承堪称一绝，而下面的官员也将这一套学得炉火纯青，喊口号震天响，结果只重干部数，不重百姓脸。可惜到了执行层面，却往往变成雷声大雨点小，甚至干脆变成一场掩耳盗铃的表演艺术。如此一来，所谓的政绩反倒成了民众的笑柄，久而久之，民怨日积月累，沸腾之声不绝于耳，也算是这套操作的成果之一了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台风康妮走了以后，另外一组台风康瑞又开始重创中国东部沿海，给国际大都市上海和浙江带来了严重破坏。哎呀，车在里面。哎呀，哇塞，昨天咱来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啊。这一排船倒了，这么粗的水，哪有路了？那边路已经清出来了，这边路还没清呢，太严重了。哎呀，这么粗的树，它能吹倒？得看多大的台风，是7级以上。楼上的玻璃都往下吹多少？空调位积到掉多少个了？小区里边整个一栋楼，所有的风口那一趟的1到16楼，所有的玻璃全部都掉了。这些树算啥？这种损失，国家会不会有补助？啊，这个损失这边是小的了。那间老树啊，你看这么粗的树，2个人都抱不完。哎天哪！啊，你看树这么高的树。这场台风带来的风暴和暴雨，让许多地区水位暴涨，路面积水甚至逼近半人高，车辆被困，行人举步维艰。不少居民区和商业区被洪水吞噬，整个城市仿佛被巨浪冲刷，交通瘫痪，救援工作极为艰难。水上的水果市场，普拉桑也刚给我们一个下马威，康妮又给我们。昨天晚上下到现在雨没停过。以前我经常习惯停在华亚对面这个停车场，幸好这2天没有放这里，这次淹了10辆车以上，至少有10辆车。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，一定不要把车停在比较低洼的路段和停车场。面对水位越来越高的局面，政府紧急部署排水设备，全力清理积水。然而，在暴雨持续的情况下，效果有限。多次灾情的反复令民众愤怒，不少人质疑巨额投入的排水系统为何屡屡失效。暴雨一来，整个城市仿佛毫无防备。他的打工拿的车全部都水泡了啊！还有一个，你看，还有一个小白点在上面，哎。上海作为全球闻名的国际大都市，本应具备高效的排水系统，但在这一年中却接连遭遇3次严重的内涝事件。尤其在台风康瑞期间，主城区多个低洼地区再次沦为水乡泽国。哎，今年的第3次了，第3次进水了。居民无奈地看到街道被洪水吞没，店铺被淹，私家车一度漂浮在水面上，不少商家损失惨重，交通拥堵严重。而在郊区，许多老旧小区的居民被困家中，求助无门。啊，又涨水了！现在救我！我靠，这水呼叫的还涨着呢。你看看，这厉害了，比上次比涨水还厉害！我去。洪水浸泡的楼房变得摇摇欲坠。浙江一带
同样遭遇了重创。台州和温州等地的暴雨一度导致山洪爆发，多地村庄瞬间被洪水淹没，河流水位猛涨，多个村庄紧急转移。部分山区道路被泥石流掩埋，救援车辆难以进入，应急部门通宵抢险，调集大量人力物力。但面对此次极端天气带来的巨大冲击，防灾设施明显捉襟见肘，暴露出基础设施的薄弱。此次灾难不仅是极端天气的产物，也暴露出防汛设施和应急管理的短板。这个对着先打的绿护树呢，哎呀妈呀，心买呆哦。哦哟呢，踩掉下去就危险了，怎么过？这个车怎么过？怎么开？怎么游？走路回家了，游泳回家了。许多市民质疑，当年大量的市政建设为何未能有效防范水灾？城市发展和水利设施升级似乎脱节，政府是否真正关注到了民众的需求？大家看看啊，这是惠南镇人民东路啊，现在变成南汇的黄浦江了，水真的很大很大，来不及出呀。中国不是在国际上被誉为基建狂魔吗？怎么每次暴雨一来，城市排水系统就立即失效，每年几乎淹一次？谁来为我们的财产损失负责？市民的质问不仅是一种情绪，更是对未来防灾能力的拷问。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不能止步于表面的繁荣，更需要真切地关注民生，做好防洪防涝工作。我的个天哪！哎呦，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！妈妈，你看这马摸过来了，这水那边的房子都淹过了。哎呦，这谁下去了还？我的个天！此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，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天气的频率与强度，增大了风险。洪水造成严重破坏，房屋被淹，铁路和道路封闭，居民被迫离家避险。洪水使汽车在街上漂浮，街道变为激流，展示了洪水的毁灭性威力。开船，开船来的是。哎呦我的天！他是做广告的，给电车。我这又回来了。给电车做广告的，你看。所以下一步都买电车。我这个船上有别人。今年超强台风频发，提醒我们热带风暴强度逐年增加。气象学家指出，随着气候变化，台风和飓风的频率与强度上升，温暖的海水与大气为风暴提供了更多能量，增加了极端天气风险。希望通过影片回顾这些事件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重自然，因为它可以展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一起去追踪自然灾害。